啊，对，当然。咱高配和低配的仪表。问一下，高配和低配仪表是不是同一个？仪表是一样，就是打开是一样的，除了没有那个手机互联功能。哎，对对对。啊，好。它也带那个自动检测仪，我们150的也带。什么自动检测仪？哎呀，他去拉150的，因为今天不是自动检测仪是啥东西？啊，我知道，就是那个车辆故障检测是吧？里边它能进入仪表，里边有那个车辆故障检测，我看到有介绍。嗯，就是别的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了，是吧？别的没有，因为仪表他们都是其他那个厂的仪表都是他们提供的。这个风挡是可调的吗？可调的，只是手动可调。手动可调，直接端。不是。要拔开它 ，OK，弄到最高，弄到最高。哎，好，好，谢谢啊。好，那我简单试一下，好吧？好。大家好，老四。然后今天我们来试驾一下这个台荣的250踏板啊。这个台荣就是国产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小厂啊，2、3线的这么一个小厂。然后他们出了这么一款车，为什么来试驾呢？因为今天来试驾别的车，然后这个别的车呢今天刚好没车，刚好没在，所以来试驾一下这个车。因为这个车它的价格现在来到了低配来到了13550，低配只比高配少了一个什么 T-Box， 还有一个什么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反正啊对，还少了个什么一个手机互联，还有个什么鬼东西，整体来说就是差不多吧啊，低配13555。啊，这个价格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来感受一下它的。它这刚上来，我第一下打火，因为要捏刹车嘛，踏板车，就感觉这个刹车真的是非常的硬啊。这刹车非常的硬，这个行程大概只有这么一点点啊，就它的刹车只能捏一点点，贼靠前，没有什么虚行程。这个没有什么虚行程，其实理论上来说是好事，但这个虚行程也太少了一点啊，就一点点虚行程都没有。右边相对来说会比左边这个稍微好一点啊，就是左边后刹嘛，后刹的虚行程特别少，右边虚行程会大一些。然后这个车怠速的时候抖动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有比较明显一个抖动。这个抖动从镜子一直到我的这个腹部啊，都能感觉到一定的这个震动。就屁股、臀部一直到腹部，它这个能让我肚子感觉有抖动的感觉还是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发动机应该用的也是，我不太清楚啊，不知道是无极仿的那个比亚乔那个发动机，还是比亚乔做的这个发动机。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发动机，俩发动机骑起来其实区别也不大，都是一个比较偏高转速的这么一个发动机啊。大部分的刹车捏住后刹的时候抖动会变大，但这个车捏住后刹抖动会变小，不知道为什么。它怠速反正抖动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就这个发动机的特点就是它整个比较偏向于这个高转速啊，就刚起油的时候低转速啊，台荣的250，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中高转速，然后也配备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无钥匙启动啊，配备了无钥匙启动的同时，这儿还有一个有钥匙启动，这个发明还是很有前瞻性的啊，兄弟们，还是很有前瞻性的。可能是怕你钥匙不好放吧，但是我这个无钥匙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哦，可以转了。它这个车整个的车辆的感觉是比较偏运动、比较偏硬朗的感觉。其实这个车这样骑起来的话，感觉不差的，震动并不大，跑起来以后震动并不大，而且操控也不差。它前面的仪表设计用了一个这样的比较科幻风格或者说科幻主题的这么一个蓝色的，然后仿指针双筒仪表的这么一个仪表设计。这个仪表还行吧，稍微有一点点的卡通，也不能说卡通，就稍微有一点点的玩具，但是还行吧。这个仪表好歹是个 TFT 仪表嘛。
会有轻微的延迟，大概0.5秒左右的这么一个延迟吧，这也是这种 TFT 仪表普遍会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同时这个车的配置其实不低，前面配备了一个这样的变劲手把。那我来试驾这个车的主要原因就是想看一下这种23线的小厂跟无极做250的那个 GT 到底能有多大的差距。因为他们都是比较便宜的这种车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跑起来基本发动机的转速就到6-7千转这样了。对于一个250的踏板来说，这其实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转速了，啊，还可以啊，就是蛮正常的。我这里可能会说一句让无极的车主不太爱听的话，那就是台荣这种厂确实是个23线的厂，我们也可以预知到这个车质量稳定性什么的一定不咋地啊，这个基本是可以预知的，除非说他们这个车真的破天荒的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根据这个定价来看，也是可能性不大。但是无极其实质量也不怎么样啊，无极的质量也是相当不怎么样，主要还是靠吹。没有什么问题啊，感觉这个车跑起来以后，这个油门的响应度啊，就是在动力这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同时在操控这块感觉也还可以，它的前减后减都比较硬朗，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运动风格的这么一个调教吧，比较硬朗风格的，没有什么舒适性的调教。后减前减两个东西都感觉非常硬啊，过这个路坎什么都挺明显的，都有明显的路感。这个车骑起来，它前面这个风挡现在的高度是一点用都没有啊，一点用都没有，整个从胸口往上全部都能够吹到。我这个车的运动能力相当舒服，兄弟们，相当舒服，很听话。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就是过坎的时候，这个减震大家能感觉到比较大的问题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无极其实相比于这些23线的小厂，可能它真的在造车实力那块有没有特别厉害的地方，这个是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就如果无极在质量上不能甩开这些小厂的话，可能还挺那啥的。就为什么我骑这台车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无极，那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台车其实他们都可以作为无极250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无极做完这个250以后，其他的厂家根据无极做250的这么一个方式和套路，然后做出来的一些无极250的竞品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车你就拿去跟无极250比就好了啊，别的车其实它也没有任何可比性，你说拿它跟老头的350比，它差得出来，对吧？这个车在跑起来以后，震动控制还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震动，只是在这个脚踏的这个部分会感觉有一股一股的这个震动。同时这个车的坐高坐的比较的高，它两个腿坐在这儿的时候有那种大脚羊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淑女座或者说高板凳那种感觉啊，不是那种大踏板瘫在那儿的那种感觉。两个腿姿比较端正，同时前面这两个小踏板真的是毫无鸟用啊，可以说这两个地方，反正我这个身高，前面这两个小踏板基本可以称为是毫无卵用了，就很难想象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把两个腿放在这个位置啊，完全不放松，就基本你可以认为它就只有这一个放脚的地方就可以了啊。它这放脚这个地方不是特别的宽，脚放在这儿可能还是会更倾向于往外撇这么一个状态啊。就这个车骑起来整个就是一个这个运动感非常明显，然后运动性能也不错，剩下的整体就只能算是普普通通，就是发动机的震动控制跑起来没有，怠速的震动控制还是比较明显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说实话嘛，说实话，这车其实也不差。就如果250 GT 不差的话，这车也不差啊。但是这个有啥说啥，就是这种车辆你买的话还是要当心啊，就是它的质量稳定性几乎是跟宗申差不多的水平吧，我估计啊，就是应该也不会说再差了，应该也就是宗申这个水平，那就已经很差了嘛，对吧？这个车真的不差，13500的话，如果你有足够的动手修车能力，同时你们那儿又有比较大的这种经销商的话，这车也不是不能买吧？啊，也不是不能买吧？就如果你是这个考虑无极250 GT 的话啊，这些车也不是不能买啊。就虽然它是小厂的，但是其实骑起来不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操控啊，哎呦，很灵活啊，很灵活，因为它前减后减。硬的，就是你在正常的骑行状态下，感觉硬的像个棍子啊，就感觉好听点叫支撑性特别良好，难听点叫感觉不到减震。过个这种坎试试啊！哎，但这过这个坎的话，正儿八经过坎的话倒是还凑合，就是两个比较端得住的这么一个减震啊！哎呦我操！哎呦我操！还是比较酸爽的，过这种井盖的话。还是相当酸爽的，可能大家市区骑行的话要稍微躲一下井盖，但这个车的压弯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它这个车居然是个这种运动取向、战斗取向的小踏板，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啊。它的车做的也比较的小，而且这个车能够搞出比较大的倾角。还是那句话，它的减震比较硬，然后发动机的这个转速呢又比较高，就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战斗啊，非常的战斗。基本就是这么个东西吧，兄弟们啊！这种车的主要问题还是对它质量可靠性啊，我对它的质量可靠性没有任何期待。当然了，我对250 GT 的质量可靠性也非常失望啊。就大哥不要说二哥差了，可能这个二哥确实会比大哥再稍微多更差那么一丢丢啊。但是，你说它比250 GT 骑起来差，我觉得倒也没有啊。就是这样的价格买这样一个踏板的话，我只能说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吧啊。骑起来确实是没有很差的一个感觉，只是目前感觉这个风挡不够，然后怠速震动偏大，同时这个减震的话整体比较偏硬朗啊。当然它这个后减倒没有那种啪啪触底那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它比较硬朗，同时还是一个气囊的这种结构，但是真的去面对过坎的话，多少还是存在一些压力。然后来看一下它这个马桶的大小吧，我估计这个马桶的大小应该不会特别小啊，不会特别小，它应该坐上去感觉这个车比较高，应该就是为了马桶空间可能布局去考虑，就这一块要额外放一些东西堆在这儿，所以把后边马桶的空间给空出来。因为看到这个店家现在在后面放了一个，这是一个半盔啊，放了一个半盔，半盔是放得下，全盔放不下吧？它这个货架可以调货架，加货架加个后备箱都可以。就是加后备箱可以，它不加后备箱的情况下，应该高度应该是不够的，是吧？这4分之3盔可以的。4分之3盔没问题。对。这货架工厂已经出来了。可以调了。好。货架可以换的。它这个发动机是用的比亚桥的，还是无极仿比亚桥那个？比亚桥的。确定是比比亚桥的。它这个 ABS 航特的。ABS 航特的。比较牛气的。两个刹车感受还可以。这不太清楚他们用的是啥刹车，就因为踏板这东西虽然是两个比较单薄的刹车啊，单向两活塞的，其实算是比较单薄的刹车了。刹车手感比较硬吧啊，但是刹车的制动力并不是特别差。同时这个发动机，在新车状态下没有听到什么壳子明显的异响。这个外观的设计上，我觉得见仁见智吧就也不过多的去讨论，因为每个人这个审美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它这个外观上还是比较有特色的话，或者说做的还是有点花里胡哨的。你比如说这个位置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的设计啊，这个座椅这儿居然是空的，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座椅的部分整体有一点点上翘，所以坐在上面有那种公主端坐的那种感觉啊。排气包括整个的这个东西实车来看的话，
倒没有说丑啊，没有什么地方很违和的，但是这种比较亮的颜色，包括比较多的这种镀铬件，但是这儿又出现了这种缝隙的话，还是给人感觉稍微有点玩具啊，就是可能说如果纯黑或者是说怎么样可能会好，但是现在也不丑就是了。反正我觉得这踏板应该是，我就不说比哪个车好看了，反正无极的车我几乎没有觉得哪个车做的是特别好看的，可能就大傻叉还行啊。整个车就是这个样子吧。我觉得这个车其实就简单来试一下啊，就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我能告诉你，它的骑行感受就是一个比较偏硬朗的，然后这么一个状态。做工现在看起来的话，看不太那个什么，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劣质的地方啊，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劣质或者说特别差的地方，就整体算国产现在中规中矩的这么一个水平。不算特别难受啊，就主要我们疑虑的可能还是台荣作为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厂，它的质量、它的售后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个是比较疑虑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你能不能习惯这么一个偏中高转速的这么一个踏板啊？那整个就是这个样子呗。我觉得其实这个车，比我想象中骑起来还是要好一些的。就是我来的时候可能以为它13000的价格就应该是破破烂烂的，结果实际骑起来还行。同时它这个车应该是一个13升的油箱，13升的油箱的话，按照这个车3个多将近4个的油耗，应该续航能有个300公里啊，应该是问题不太大的。好吧，兄弟们，那简单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吧。然后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后续再说。然后就是它这个这个按键的手感普普通通吧，不算好啊。按键的手感全部都不算特别好吧，塑料件做的就还算看得过去啊，整体算看得过去。比较大的亮点还是它这个车比较低廉的这么一个定价啊，大家可以来试驾一下，同时也可以跟本地的经销商聊一下，看本地的经销商这个存续的状态呀，包括这个本地经销商的一个服务的状态呀，如果比较好，然后你确实手头又比较不太宽裕的话。这些2、3线厂商的车，反正大家自己考虑吧。主要是最近被无极跟春风都伤过一些心了，发现这个国产1线厂家的质量也就他妈那么回事。好吧，兄弟，拜拜。